印度坑惨了俄罗斯，俄罗斯大呼上当，终于明白了中国有多重要。大家好，我是吕哲。咱们形容印度商业领域有一个言而无信的传统啊，经常用一句话叫做“印度赚钱，印度花，一分别想带回家呀”。如今俄罗斯人那叫深有体会。我们知道啊，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，印度就通过倒卖俄罗斯石油赚的是盆满钵满。又因为俄印石油交易通过印度卢比来结算，所以俄罗斯在印度银行也积累了数十亿的印度卢比了。紧接着有意思的事儿来了，俄罗斯发现手里的卢比是烂在手里了，根本花不出去。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，这数十亿卢比仅仅是俄罗斯在印度银行的积累，而过去一年印度从俄罗斯进口额达到了415.6亿美元。我们不知道啊，这其中是通过多少是印度卢比结算的，但保守估计几千亿甚至上万亿卢比都是有可能的。也就是说，这成千上万亿的卢比啊，俄罗斯是想花都花不出去。为什么花不出去？原因很简单，印度它不认了。俄罗斯为了把手中这个印度卢比花出去，向印度提议要扩大进口贸易啊。然后呢，印度就害怕以所谓害怕美国制裁为由，直接拒绝了。不仅拒绝，反而缩小了对俄罗斯的出口贸易。俄罗斯那叫欲哭无泪啊！要知道，印度卢比的国际流通性和国际认可度那是相当低，不在印度花，你说你能去哪儿花？这个时候，印度又提了个天才的建议，你可以用这些卢比来买我印度国债呀！真是想哭也找不到墙角啊！印度国债就是一颗巨大的地雷，它的国际风评比最差的那个可能好不了多少啊，几乎是没人敢买。俄罗斯只有脑袋抽风了才会听他这个建议去买印度的国债。总而言之啊，现在的情况就是印度用卢比换了大量的俄罗斯石油，却不给俄罗斯把这笔卢比花出去的机会。一年下来，俄罗斯付出了实打实的石油，而印度付出的就是印了一堆这个纸给了俄罗斯。换算下来，等于说印度这是白嫖了一年俄罗斯的石油啊！俄罗斯这次算是被印度坑惨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虽然这次印度把俄罗斯给坑惨了，却也变相的帮中国一个忙。怎么说呢？目前俄罗斯已经暂停了与印度以卢比结算双边贸易的谈判，但生意咱还得继续做。接下来拿谁家的货币结算呢？肯定不是美元啊，也不愿意用卢布啊，毕竟卢布的通用性也不高啊。俄罗斯又不想收卢比了，否则还得被坑一年。思来想去，最后只有用人民币了。首先呢，中国是经济体量非常大啊，还是全球唯一的全工业体系的国家，不管是俄罗斯还是印度，都能找中国买到自己需要的产品。其次，中国也是少数几个不怕得罪美国的国家，不会因为美国的所谓制裁大棒就畏首畏尾，减少对外出口啊。也就是说，任何时候你都不用担心在中国买不到、卖不出去的东西，你手里只要有人民币，你就肯定能花得出去。最后，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去美元化潮流的全球化推进，人民币的国际流通性和认可度也得到了很大提升。就算不在中国，你说你在其他国家把人民币花出去总而言之也是可能的，不会像印度一样这个卢比变成一堆废纸。现在终于明白中国有多重要了吧？在最近的报道说，巴基斯坦非常明智，率先使用人民币从俄罗斯购买原油，这也是给俄罗斯指了一条明路。当然，印度肯定不想用人民币结算但是你说不用人民币结算，损失的可是倒卖石油中间的巨大利润要钱还是要面子？印度，你想想好。好的，今天旅游观察就是这样。